如果你们俩愿意的话，能成为我的股东。我和梦姐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我们的股份的迁移，这个事情你也知道，因为目前我们确实是就是桃花坞第一大财团，对，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情况。好，是啥呀？新来的物品请注意，千万不要去1号楼的点到谁发的？任何东西。这谁发的？我要提醒大家，新来的污民们请注意，不要去典当任何东西。当他们笑容灿烂的送走你以后，总会上门让你心肠到。现在你们的舆情会慢慢的让你们的生意会降低的。那不会，我们走黑红路线。这样，哥哥啊，我们今天晚上8点之前给你 OK。峰哥，我们8点告诉你哈。8点告诉你。我们现在先处理我们的舆情。你们的舆情会慢慢的很多的，你知道吧？咱俩给他学律师函是吧？学律师函。这种造谣绝对是不可以的。造谣不可以。我当然不怕，因为我们就是坦荡正直的人，怕的人是心虚的人，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就是有错误的人，因为正义在人间。我们甘之如饴的当铺自成立以来，好评无数，对，好评如潮，各个软件炮火的登顶。最近有一些不良商贩大肆宣扬虚假信息，对，我们已通知了律师处理。根据《网络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的。你怎么被起诉了？我们这个故事怎么还有后面啊？我以为赔完50块钱差不多了，这个故事竟然还有3.0。你看，任哥拿了个律师证。律师，他的律师证，他说他要帮我追回那50块钱。哪来的？没事，我问郭麒麟，郭麒麟之前拍过律师的戏。我掌握了很多线索，我想聘请你，然后帮我去告他们。可以，然后你们支付一定的费用。我说人家80多万，他比我们黑。要打官司了，今晚。他现在打算全部给我们，因为他就生气，他只要纯要讨一个清白。让他跟郭麒麟他谈。跟郭麒麟呢？对，我说你给律师打电话吧。打官司的对象是孟子义，智取，对智取，没错对，只能智取。1号楼门口现在有股仇恨，我想朝他门口吐口痰。现在群里都没人回消息了。咱们1号无耻之家，现在口碑很差，越来越差，而且我只求可以给这桃花坞还他一个朗朗乾坤，正气长存。哎，吃饭呢？喂 ，Hello，我找律师。来，你说，你进来，我们这一屋都是。我们已经成立了个律师组。酝酿一下情绪啊，我们要了解一下，他总共有几张照片给你看？他们只有1张，但是他们搞得像17张，但是因为他们当时进来的时候，我被他们的气势给震慑住了，因为他们就是一黑一白。你不要太晚了。我怕他们在我身后。你笑没笑一次？我笑了，其实不止17次，但咱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我们得先问怎么还全盘托出了？是你自愿给的，我觉得不能算是自愿，不能算是自愿给的。绝对是威胁的啊！因为这个我可以当人证啊，他们是已经伸手去抢。对，他们已经伸手去抢了。我可以去来我的那个律师来，请看一下，我们是正规的。你不能姓许吗？律师的时候我会有另外一个意见。讨回来钱可以分给你们，就全部给你们。我只求还你一个清白，还我个清白，给桃花坞一个朗朗乾坤，浩然正气。从他进来那个表情，我就知道是有冤情的。好，他刚才这样平复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好好听你说。律师大人，要救我！我们现在是一个事务所，律师团伙非常重视。怎么叫团伙？可以走了吧？走。打赢这场官司，加油！还桃花坞一个灿烂的蓝天。我有一个提议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戴个墨镜，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进来的。我们要以牙还牙。OK， 显得专业。走 ，Go！ 战歌起，凯旋而归，预祝你们带路。走，大哥，跟我来。
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律师咱们拜托了。那子弹飞一回。来，你再带路，往左往右。往右，大哥。好。哎，我们也要去啊？我们不去吗？哦，我们也去。我准备当场给他判了。哇，我都看到乌鸦满天飞啊！你们竟然还是灰蒙蒙的。点的。这里就是那个聚集地。我都看到乌鸦满天飞啊！点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敲门了。不用敲了，直接开门就完了。律师团到。谁是人？谁是人？人呐！人呢？就是没有人吗 ？Hello。进来，直接进。哎，就你，怎么就你过来了？坐着，来。哎，坐着。文化人，保持文化人，你可以保持沉默。来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是我们要录我们的呈堂证。等会儿，必须录。来，喜宝，先坐好。来，我去带个麦。哎，整段垮掉，我们再对来一遍。哎呀，来，要卡在第四头跳脚了，你是证人吗？你是证人吗？我不参与争斗，别崩我一身血。台长要提供什么服务吗？先生，我们老顾客。董先生，董先生。哎，不要碰。哎，怎么了？董先生，严肃一点。稍等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OK， 你们现在啊，我们俩是不会说这种话的，直接找我们的律师谈。哎，好，现在给我们的律师打一个电话。现在我给我的律师打电话。被告。现在给律师打电话。我是法官。您好，请不要挂机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他不接我电话。来，滚上！带好麦了吗？带好麦了吗？他们也是，咱们俩戴墨镜。老师，咱们现在是晚上，麻烦把墨镜摘一摘。你们这样影响很大。显得光线比较亮。你是文化人，文化人，来，我助理。对。潘律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代理律师潘岩先生刚刚我们给他打了电话，他没有律师证，这点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拍摄那个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那个攀岩的那个律师证啊？你最后也没有律师证啊 OK, listen to me, silent. 徐某。那个昨天下午3点半，今天下午3点半，今天下午3点半，我们涉嫌用各种手段，不正当的从他身上索取了50万逃币啊，不，50逃币，有没有？引用的词儿不恰当，不叫索取，我们只是应得。怎么就应得了呢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位母亲是？这位母亲，这位是母亲是吧？朱岩律师，我曾经演过律师。您也是律师，你也是律师。我们现在是个律师团。第一次见打官司是站着说的。去客厅，请对方发言。我们当时呢和这个董先生达成协议后，我们虽然只收取了他15次的笑容费用，17。没有，我们给你打折了，17次是34个币，我们只收了你30个币，还有理了。但是呢，经过我们回来以后，蔡女士提供我，在他们在一起玩石头剪刀布的时候，董先生还笑了5次，所以他还欠我们至少5次。好，来，请律师对方律师呈现证据。没有17加5，22次的证据。来，我们一次一次付钱。这位母亲先请坐。我是朱岩律师。哦，这位朱岩律师。好，我来问一下，刚刚你们戴个墨镜去的时候，给他看照片，说了是17次，对不对？对。看了几张照片？1张照片。看了1张照片，那为什么可以确定是17次？
我们不能过多的去透露节目组的权益隐私，会涉及到董先生的隐私是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只是出示了一个。那我们不信。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们需要。但是你们要承受一个问题，如果超过我们要求的15次，你们是否还愿意？你们是否还愿意追加金额？你们是否还愿意追加金额？怎么办？等等，来。他已经稳住，稳住。你跟我说一下。有。明白了。炸了，炸了，非常清楚。非常清楚了，水落石出。OK， 好，来。事实上，整个过程非常简单，对吧？人在笑的状态是这样，笑不是一个瞬间的，笑有时候是永恒的。你这个叫笑，他只能扣1次。对，而且我很开心，我一整天的微笑就归纳为一个。哎，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她笑了多少次？她一次呀，只是，但是你能扣到10几次吗？没这个说头。我们这1次是怎么计算的呢？是从他这样笑完以后闭嘴，闭嘴，然后又笑，笑完以后再闭嘴算1次。而且他们其实规则没有说清楚，到底是露齿笑还是微笑。你看，笑。你们懂笑是什么意思吧？而且你们根本不懂笑，笑与笑之间就产生共振了。让杨告展示他的笑容，来，起来，各种笑容。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，只有才算笑啊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哭？我现在没有在笑啊，没有表情。我天生不爱笑，我天生不爱笑，天生不爱笑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带你去看看你有多爱笑。我检举，我是证人。哎，证人说话，证人说话。证人来，政委。当时是下午大概4点左右的时间，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房间。3点半。3点半。算漂亮，时间都说错。时间说错，伪证。你已经被剥夺做证人的了。做假证。做假证。做假证。那个。好，来人撵出去。来，这个女生，不要说话，来，出来。不是，不能请离场了。汪女士有话要说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其实已经成立了100年的龙头企业，然后呢，据我的记忆里面，任科先生也曾经，任科先生曾经也是我们的重要客户之一。对，所以其实任科先生你可以联合起这是事实。所以任科先生对于我们这个当当铺的规则也是非常熟悉的，他也知道应该是怎么扣钱。当时他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人品非常好的把他该付的钱付给了我们，且最后他也赎回了自己的 OK。新账好像一起算。我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就是当年我收到跟他一模一样的啊，对吧？是 OK， 其实我数量已经算不清楚了。当时有个律师说替我申冤，就是你，而且后面才知道他是一伙的。你给我5个，我就帮你把这个事情处理。可以，那2位律师，每人5块钱帮我打这个官司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是个利益相关方，我也回家了。你找当铺的人给你做主。你是当铺的，他说得明白吗？所以你奋斗了1年，考上了律师证。对，奋斗了1年，拿到律师证，就要好好的连这个2个一起告。你告不赢的。他们是有前科的。是不是的？哎，挑战了人科。现在我在旁边，哎，我也是被坑过的，相依为命啊。任科先生当年是心甘情愿认了这件事情。对，请问被告方怎么认定对方心甘情愿？如果说我借了你钱，我还钱的时候我不心甘情愿，就可以不还了吗？我肯定不心甘情愿。你怎么证实你们有借之说呢？因为有视频、有合同、有口头约定。到底是合同还是口头约定？没有。是这样的，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签纸质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属于人类社会，我们是在于桃花坞的社会。桃花坞就不是人类社会了。对，桃花坞的社会是超脱人类社会的一个小社会。在桃花坞的社会里面呢，我们都只是污民，没有我们自己的职业。您也不是主持人，您也不是冠军，我们也不是演员。那为什么我就是律师呢？你只有在这儿你才是律师，所以你才可以是律师，你知道吗？明白，不好意思。
所以呢，在桃花坞的这个本身就极具抽象的这个大环境里，我们点到的东西也极具抽象。我们可以点到笑容，可以点到灵魂，可以点到真诚。所以我们的合同都是在灵魂上签的合同。你先把灵魂拿出来，已经签好了。哎呦，灵魂的拷问呢？我有一种被说动了的感觉。我们已经在你的灵魂上盖章了，你现在只要能把你的灵魂拿出来，你就会看到盖章啊。鉴于被告、原告双方都没有呈现有力的证据，我知道。我们现在申请展开网上法庭，我们将邀请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来进行评判。听好。如果大家判定是被告成的话，请两位要偿还多少币？我这边先离场。走了。稍等啊，这个事儿解决了。稍等。不聊。刚刚一个人那么凶，现在都落荒而逃了，都走了。那你后悔了吗？请他当律师？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努力。我觉得他们可以开一个业态搞律师事务所。对，如果下次我还有需要的话，我还是会找他们的。谁还能撼动？咱们告两人，谁还能撼动？告两人，竟然还真有人告我们俩人，疯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丹姐刚才说的挺好，让网友去评判这个。对呀，对，我们给一个会看回放嘛？只能这样了，这世纪谜啊！起个名字吧，给这个案件。 322消失的笑容。消失的笑容，可以吗？天才啊！小董，咱们聊聊，我觉得你我不跟你们聊了，你们太黑了。我对你们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我们还有好多人没来啊。没有好多人。什么？就峰哥和静姐。哦，对他俩在那儿还在聊呢。首先，我希望你要不要考虑股东？股东你不需要出钱，但我需要和你置换你的生意。你现在什么生意我都不知道呢，明白？但是你必须有生意，所以我不担心你的个性。如果你一旦定了生意，你绝对不会瞎做。所以我不管你是什么生意，咱俩平等置换。我怕我赚不到那么多钱。为什么？你赚不到那么多钱，那你是等于是赚到便宜了。那不我愿意，同志啊，我愿意的。我就是要看你这个表达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在努力的讲的时候特别有魅力。好，你继续说。别想那么复杂了。OK， 10就10吧，来。就是我现在，比如说，我就答应了10%，你能为我做到什么？如同我能为你做到什么？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会为你而战啊！我会为你而战啊！好，为我而战，这是我最需要的，对吗？我也会为你而战。咱俩现在写一个东西，就 OK 了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与静姐各占彼此生意的10%。OK。好，我也是爽快人，好吗？是不是？就这样吧。哎呀，我就行了。哎呀，这样我也踏实了。我喜欢有人做主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汪峰他会很耐心的和你说，觉得他的那个题目看上去包容性特别的大，可能性也比较多，所以我跟他签了1个月。走吧。行。哎呀，我不矫情吧？你一点都不矫情，真的。我觉得你一定是那种跟你比较认可对的人，你绝对不矫情。但是你比较别扭的人，你矫情到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很喜欢你的热情、主动和思考。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，也没有那么有逻辑。我不喜欢当头部的，其实。我喜欢在上面乘凉。明白。我喜欢干这样的事情。好。实际当头部有点累的。对的，当然了。你的杯子呢？我杯子应该在楼上，你可以看。那我先给你演示一下，这是你的成品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。哎，志胜，看这边，然后低头看。咋了？我也想知道一下。没事，就地上，他说这个经典掉地上了。对，我说有些东西你要放到自己的包里，放在自己口袋里。梦姐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2次都是她看到的，但是她又不愿意去做这些脏事儿，她身边还有个人愿意替她去做这些脏事儿。真的，
梦姐真的是一个天生幸运的人，太可怕了，这个人。